团队突围战，甜辣2元对决，两队将开启2轮的正面交锋，票数高的队伍全员晋级。66分漂亮饭很难做，不够辣。辣椒它有的辣，有的不辣。童老师，你要不要再尝一下？辣味有点重。要选餐具，还要摆盆，还要装饭。 No time to do another things. Wait. 那边没放完呢，开铃就不能动了。少上了3份甜品。你这样看着吃不到的感觉有多痛苦吗？这个好好吃。要这个吗？现在将公布投票结果，最终比分22比44，恭喜速厨队暂时领先。哇，差这么多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奇怪呀 Thank you. 意外，相当意外。这下一轮怎么翻呢？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水就是水，让水回归纯净。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会吃的喝七喜，1周7喜，爽透顶。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鸡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团队突围战第1轮对决已经结束，眼下的输赢只是暂时，战局还远远没有结束。第2轮团队突围战即将开启，这一轮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两队的最终命运。全员晋级，或是全员进入抢位赛。这压力很大，相差22分，我们可能要大胜，我们才有可能赢，要不然完全都没有机会，因为差距太大了。第1轮。因为第1轮我们落后嘛，大家是充满斗志的。既然已经落后了，那后面是必须要把它给拿回来。对方确实也很强大，而且是太强大，有太多的可能性，压力我觉得应该是更大。下午场的话，对面派出的师傅们的实力就更加的强劲了，所以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第2轮评审团迎来全新变化。66位评审精简至15位，每一位评审的评判将会更专注，打分也将更严格，比拼难度再度升级。首先，有请食神百株大战5位常驻评审。接下来，有请第2组评审5位知名餐饮行业代表。哇！甜品哪是吗？中国饭店协会民主委副主席聂磊，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国家队教练钱以彬，世界厨师联合会 A 级国际评判 Perry 阮景宏，黑珍珠餐厅主理人吴杰，金梧桐中国餐厅指南终身执行主席王振宇。I think odds is getting bigger right now. 啊，都是厉害了。最后，有请上一季表现惊艳的5位返场主厨。哇！哦 ，from season 1。Nice。年度总冠军徐孝宏。哦，哇哦！亚军秦卓南。前6强于宗义、陶晓东、
毛星。虎啊。Oh, they're all chefs. So From season 1. very familiar faces. It made it very difficult because they're all professional judges. They're all, very well-known chefs. They're chefs from season 1. I knew Star Chef lineup was much stronger than us. I was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round. 到第2轮就是给15位比较偏专业的评委做菜的话，是更得心应手。大家都是专业的评审，他们会知道我们的菜每一个味型啊、配料啊，怎么去做啊，怎么去呈现出来啊，因为他们会很清楚的。对我自己来说呢，我更有信心。第2轮团队战主题，请揭晓。AI 实力对决 AI 什么东西 ？AI 实力对决。本轮主题 AI 实力对决。本轮挑战限时120分钟，星宿两队各派6人出战120分钟。两两搭档，分别完成3道菜品制作。3道菜品由 AI 根据主题随机生成，充满未知与无限可能。请注意 ，AI 菜谱仅为思路参考，两队必须以 AI 指定食材为核心，辅助食材可以自由搭配，做法可自由发挥，自主完成菜品研发、烹饪与呈现，用实力把创意变成美味。觉得好神奇，用 AI 来做那个选题，做厨师我们都没试过，新鲜感和不同的食物碰撞在一起呢，困难我们怎么解决呢？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太随机了，我怕他会给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食材，就是有一点意外，但是又觉得很刺激、很好玩。AI 有的时候迸发出来的灵感是一般正常人脑子是想不到的。我觉得是灾难。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厨师来说，就是可能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这方面我是很古板的，在我的专业里头，会靠自己的那个经验啊、阅历啊，然后去习惯性的去现在公布本轮3道菜品的创作主题。第1道菜品主题来自潘玮柏的灵感想象，主题为把月光装进盘子里。请揭晓 AI 的思考结果。请帮我生成一道主题为把月光装进盘子里的菜品。取月落星盘之景，贴合中式净空淡远美学，融山海时令食材，打造月影入盘的沉浸式食感。以扇贝、河虾、鲜甜为本，搭配山野鲜材，借多样技法叠加风味，山海滋味相融，简约外形下暗藏丰富层次，尽显东方极简智慧。把月光装进盘子里，是因为其实大家每次在享受美食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世界各地人都是傍晚后晚餐可以尽兴的吃。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其实就是月亮。那怎么把这月光呢装进盘子里？我觉得这是我想去试试看去做到的，所以辛苦大家去完成这个主题了，加油！他这个 AI 真的还蛮像的啊，主题还蛮大的。好浪漫，我是把浪漫装进。哎，你也知道我这个浪漫的人。可是你觉得把月光装进盘子里，你会觉得盘子里是这些东西吗？我没有想到那么远。那你现在满意吗？这道生成的菜？我还是当然希望是牛肉啊、饭呐、好难呐、你还在想月光？我在想，对你出的题嘛。我出的题，但我没想后面会变什么样子。我只他只叫我给个主题，我只想要月饼而已。对，像月饼。冰皮月饼。对。丝鲜的味道。哦，对。牛肉丸月饼。还是要吃肉。对，要吃肉。What AI? What is missing? Missing is I see no taste. Now, what does moonlight taste like? Is it sweet? Is it sour?
Is it bitter? Is it hot? I need you as a team to give me your inspiration.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e moon tastes like. Give me your story. That's what I'm looking for. 上北下白河刘关俊。哎，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不，你不能按照这上面来。没有，我们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参考意义蛮大的。所以我要根据这个做吗？没有，这是一个 inspiration。哦，让你 recreate。你如果照着做，那就不太可能。说黑巧克力在这里面能干嘛？海鲜里面会用巧克力吗？很罕见。但是它只能是这6个食材下去，那可能很难搭配啊。对，这是虾呀。我听到这是 AI 随机出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心里当场是有吓了一跳，因为一些搭配是完全不合理的，巧克力跟海鲜是弄不出来的，这个口味。Definitely dumbfounded.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do. There's a lot of ingredients that I never seen or never used, so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So to be honest,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第2道菜品主题经典回归，上一季决赛主题寒江独钓。哇，哎，好熟悉哦，太熟悉了吧？请揭晓 AI 的思考结果。请帮我生成一道主题为寒江独钓的菜品。以寒江独钓为镜，借助山野与水城食材，营造孤舟独钓、江风入味的意境体验。以鱼与鸭掌的细嫩鲜美为核心，通过不同烹饪手法与风味层次的叠加，构建出从清鲜到回甘的味觉旅程。寒江独钓呢，其实在上一季啊，瞿孝红老师和秦作南师傅呢，已经做了很好的呈现。那么这一次 AR 给出的这些食材都比较普通，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你怎么把它融合好，特别像那个清汤，我个人的理解，寒江独钓应该留白更多一些，空灵的感觉可能会更好。去年那个主题，但是食材不一样。鸭掌跟鱼做在一起啊，这就是融合度很高的。对，这食材就荤素搭配嘛。对，这个还是有点意境的，颜色意境感很强的。这个怎么钓？这个钓什么？这个它就差点意思了。这个只有我们自己钓。这个菜品的青苔，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食物吧，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啊，你要想办法把它运用到菜品里面。但是呢，就是你只能是加分，不能是减分项嘛。第3道菜品主题出自刘涛的美食构想，主题为一口吃遍4季，请揭晓 AI 的思考结果。请帮我生成一道主题为一口吃遍4季的菜品。翠春鲜，夏劲，秋香，冬浓4味，炭火交融锅气，一口尝尽40风韵，满意是紧烟火气。以17乳鸽为基底，金蚝为精髓，佐以时令菌笋，巧施多重火候技法，铺展鲜香浓的味觉体验，40滋味凝于一口。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季度都有它美食的代表。如果说就是我贪心一点，一口吃遍4季，它会吃到什么样的美味呢？其实我当时的感受应该比这个 AI 更有诗意一些，不会这么实在的这个烤乳鸽里边配生蚝，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呈现应该会比 AI 更美、更好吃。谢谢。所以这个主题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他用这个17乳鸽和金蚝做主料，对呀，然后用各种蔬菜做配料。但是难的就是一道菜里面能体现4季，这个就看功力了。生蚝和乳鸽能做成一道菜吗？提供的这些食材很容易变浓变腻，我告诉你，这些炖起来都是一锅的。最怕他们参考，哎呀，那就完蛋了，就完蛋了。这个主题的创作难点主要在于怎么样在一道菜里面呢形成4季的风味层次，而且呢能够达到平衡。这对调味的要求呢
就很高。一直以来，我就是用李锦记的旧庄蚝油来做合味的，因为它是用咸淡水交汇处周龄长大的鲜蚝黄，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和浓缩做成的，蚝鲜味自然醇厚，而且很有层次。就算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它的鲜味也很耐久，而且它呀能够把乳鸽的肉香、金蚝的海味和时蔬的清甜融合起来，让肉香更纯，让海鲜的鲜甜更透。所以这个旧庄蚝油真的是不一般的。它这个主食材跟副食材搞的什么东西，金蚝爆香，那就在乳鸽没的。这6个食材就更不搭了。先不说这个乳鸽和金蚝这个东西要怎么搭配，首先这4个辅料的那个食材并没有分布到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尽量只能说从烹饪方式上押题，但也还是比较困难的。接下来公布第2轮团队战评分规则。第1道菜品，把月光装进盘子里，由15位评审进行评分，总分15分。第2道菜品，寒江独钓，由10位评审进行评分，总分20分。第3道菜品，一口吃遍4季，评审仅剩5位，总分30分。越后面的菜分数越高啊。对，3道菜品票数权重各不相同，不到最后一刻，胜负难分，2队都有逆风翻盘的机会。总共65分，15、20、30，一共65分，等于3道菜。So each round the plate is more valuable. Oh my god! 对决开始前，2队拥有30分钟的商业时间，选定每一道菜的出战成员，并讨论比赛菜品。他现在被我们拉了22分，他们要拉回来的话就不容易了，要一组就全军覆没了才能。也不容小觑了，他们下午的实力更强了。是啊，22分啊，怎么这样？那基本上。But I want to see how, as I say, I want to see the team structure. Right. You know, are they putting the best chef in this one? And still 22 point to chasing. Yeah. 就我们听到这个评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有机会，就是你不到最后，你很难说谁赢谁输，因为最后一轮如果拿满分的话是30分，就很大一个分在最后，就是悬念还在，我们有绝对翻盘的能力和实力。我们每一轮上去的人，我们都要去尽力去追分，差距越小越好，甚至于我们能反超，这是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第一个菜，把月光装进盘子里。我们两个后面第一个菜就老周跟这个第一轮我们落后了多一点，我们先去抓点分回来。对，每道菜都很难，但是我的想法就很简单，我必须第一个上去，帮助我的队伍去拿回更高的分数，这是我要做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反击，然后让后面的兄弟们有足够的信心去走好后面的路。第二道，就是第2道，我们来吧，我们来啊，对，阿威跟小辉，我们来，反正这个怎么讲？我觉得今天心情蛮压抑的，我要好好的释放一下。意境怎么做出来？主要是一定是这种意境出来。冬天的孤独感。对，就是下雪的，湖面都是白白的那种感觉。这10个评委里头，也是能够拿下多数人，就好办了。好。就最后重点全是你们俩了。那你想做什么？我1分，一个人是6分啊。这样，6分啊。一个人6分，有4个人投我们就拉回了中午了。对啊，所以我们最大的工作量在于鸽子，就是看谁的完成度高一点，味道优先就可以了。对，一定是味道和完成度。对，但是你要知道来的都是专业人士。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你啊，因为有可能他做1轮嘛，毕竟年纪在那边了。但是我非常强烈的希望你一定要再做1轮。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在里面。所以就是必须大规模的给我拿过来。因为第3轮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请了我们的2位古师傅上场了。刚好最难做的食材，但又是我们刚好最擅长的食材。他们2位都是做鸽子最厉害的2位，我们是完全相信2位师傅。
来，讨论一下。我们有想过的，继续保持这个势头，我们就胜算就很高了。就是尽量去保住这个结果，然后争取少10分。I think this has to be you guys. 第一轮的话就他们2个了。对，其实我们当时公布规则的时候，那么越往后每一份菜品的权重就越重，它的分数就越高。所以我选择跟 Terry 一起出战第一场作品的时候，我们是想要给我们后面的队员做一个更好的保障。我们强联手，想要在第一轮上面拿更多的分数，跟对方拉开差距，这样后面的人压力可能会小一点。把月光装进盘里来，我们讨论的时候是一个西式的，所以说由 Terry 风味工程师他们2个组队完成。就上一场的时候，他们2个搭档的很好，而且的话，大家又都是年轻人，又是想法比较多的，靠创意的话，我觉得第一场比较有胜算。第2场的话，就派了我师傅和影视主厨上场，他们2个都是做川菜的，所以的话，他们的想法会比较契合，也比较能配合对方。这个韩姜独调嘛，韩姜就是姜面嘛，然后有留白，大量留白，对的，我们那个应该成立了，就跟他刚才说那个成立了。那我想的，我后面想的，咱们的第3道这么重要的话，那搞精细一点。他们肯定是做脆皮乳鸽的。好。等他们这个时间的话，不一定能做到。香港蟹王的话，他可能对于粤菜怎么做金蚝和乳鸽这个东西会比较擅长，然后我打辅助这个样子。因为陈小刚的话擅长做一些西式的酱料啊，还有比较有创意的一些呈现，所以说由他们2个组队。商议时间结束，请2队主厨回到起始位。接下来出战第1道菜的主厨，请举手。3、2、1。Terry 何启东，风味工程师；周晨 ，TC 蔡都义。当我得知主厨派出 Terry 这个3星猎手以及风味工程师的时候，不是紧张，反而是很刺激跟很期待，因为我相信这次的较量又再可以是一分高下。新厨队请提交第2组出战名单：盛威、毕鸿飞。2个年轻的，那完了呀，他们准备举手吧。素厨队请提交出战名单：张元富，影视主厨。宿命对决。那看到我的对手第2组又是张老师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蛮紧的。我们已经有1次对决了，这又来了1次，还是同样的食材，2个又做鱼，哎，然后这是宿命吗？可以，他们俩可以。接下来第3道菜出战的主厨，请举手。古香古色，古志辉、古振海，香港蟹王陈小刚。最懂乳鸽和生蚝的人。It's a good choice. The last 2. Wow. Scoring system of which you have maximum 15 points, 20 points, and finally 30 points. But the number of judges goes from 15, 10 to 5. So in order to maximize your ability to gain the point, I think strategy is very important. Okay, and obviously it would be ideal to put your best team at last because you get the most point and the least number of judges. So your chances of convinc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also less. So, at 15 points, to get 15 points, you have to convince 15 people. 紧张刺激啊！哇，这个是逆水战、背水一战哦。膝盖都是。Make me proud. Wish good luck. 好 ，OK。Alright, let's go, fighting.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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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坨。现在请对战双方前往对应的灶台。怎么那么严肃啊？跟你一样。你看我们这个蛮搭配的，感觉我们菜色一样。没事了，一样就好。宿命对决啊！搞得了，放心。其实我们这个也挺好的，我们只要拿到1票，
其实就赢了，因为前面的话都是碾压着对面打。田忌赛马，他们最强的按到最后，30分他们拿25分，我们还是赢。重新拿一个名头，叫全票双子星，也不可能啊，全票太嚣张了。第2轮团队战 AI 实力对决，3组对战，每组间隔30分钟，3组集结完毕，比赛现在开始。哎，我再多拿2桶娃哈哈纯净水，怕一会儿不够用哦。好啊，用水的地方多着了，像是飞水、煮饭、煲汤这些步骤用水很关键的，使用的水不同，最后做出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没错，娃哈哈纯净水水质更纯净，也更稳定，对整个烹饪的过程都适配，还能更好把食材本身的鲜味慢慢带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好吃的关键不只是食材，水其实也是我们隐藏的小秘诀。AI 实力对决，把月光装进盘子里。120分钟计时开始。来，Terry，同学握个手吧。是，这个不用跑，推车吧。加油！哎，袋子在哪里呢？这个吗？就这些。我开始去拿设备，你再继续拿食材，然后我把单子给你拿过来。我想把这个味道做成我的家乡味道，所以说这个菜的概念呢是一个偏南洋风味来带动整个食材，尤其是我又可以用我就是南洋的味道来打败这个踢馆者。这是铝锅，你要铝锅还是 non stick？ 都 non stick 比较好。你要 baking mat 还是 baking paper？ 这个东西比较好，你现在用的，对。不用跑。我们又是一个生食的东西，所以扇贝一定要够新鲜，所以我一直在挑，一定要选非常有力量的那个比克鸡，然后把它铲出来，再去用最有生命力的那块肉，它才是鲜甜的，所以非常重要。第一轮他们2个人做这个15分也是时间好紧张啊，你杀扇贝轴承杀住。是啊。Seven mix 在左边对吧？好，你看你都放在那边。哦，他们第一组也很强，只要第一组把分拉了一点，第2组再把分拉了，第3组我们就能拉大分了。第3组绝对能拉他们大分，我觉得就完胜了。这好难播。Hello。哎，对这个主题有启发有灵感吗？没什么大灵感。没什么大灵感，那怎么办呢？没有，我们那个 TC 还是马来西亚华侨。对，想做家乡味，因为说到月亮的味道，对，有可能大家没吃过，可是对我来说，在国外生存，然后来到这边国内比赛，毕竟会想念家乡。对他们常说，思念故乡的时候，就是看月亮就会想到故乡。有时候我会跟我太太说，就沟通话的时候说，哎，你看外面的月亮，今天很圆，对，我们看是同样的月亮。这就是我出题的原因。对，你有懂我的。对。
我们吃饭，我晚上吃的，大家都晚餐聚，但是同一个月亮一直陪伴着全世界各地的人哦。因为有时候虽然我们身隔两地，可是会跟他说，就是，哎，你看月亮很圆，对，就是感觉那个关联性，因为我们身在很远处，可是感觉到看着同样的月亮，而且月亮就是中秋节团聚，月亮代表一个团聚，对，对不对？对。月光是什么味道？对，对我来说，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月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孤独，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我们想要用海鲜那种清冷清甜的感觉，对，去体现这个主题。因为你用过于浓厚的食材，你不会是在孤独的时候想吃的。哦，就那种大块朵颐的猪肉啊、牛肉，你只会开心朋友聚会的时候才会想吃海鲜我想哭。哎，那你们有没有做过类似没有料理都没做过？我猜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对，我就是看了做人就是没有很难我才来。如果知道很难的话，我不来。我跟你说。所以感觉是碰到难题了，加油了，加油了啊！谢谢谢谢，加油！你觉得你看一下那个袋子 size， 不是很大哦。哇，真的很少。要不要换思路？我们要换策略，真的太少了。我们把2个放在一起也可以。可以，我们绝对是够的，必须要2个。其实我们的初始的想法，非常的微妙。我们一开始本来是想象那个扇贝如果会是非常的大颗，那我们就把它切的上下2层非常的完整，河虾肉紧紧的包裹在一起，填充在2片扇贝的正中间，给它压实，形状像月亮一样，上面白白净净的，中间泛着一点淡淡的粉红色的微光。但是到了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拿到我们的实际的食材，跟我们想象非常的不一样。扇贝是半现活的状态，我们通过 AI 得到的信息是，这个扇贝只能熟食，不能生吃，所以我们不得不临时改变战略，改变计划。哇，真的很少。我在想，你讲，可能这个要跟那个沙子先煮好，这个可能不可以做成我刚刚做的，就是沙一定要熟的，必须要熟的，对，这个虾很小，对，口感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味道是应该还好。我们把扇贝肉整颗取出来进行煎制，然后把河虾肉取出来，也是经过简单的翻炒。2个食材把它剁碎，做成海鲜颗粒，做成一个经典的法式的塔塔。不要弄那么多的就是复杂的工序，就是吃生吧，因为它的味道就很甜美。本来我们想做一个球，把它包裹在一起，然后成型成一个圆的那个状态，但是我做了以后，保鲜膜真的不行。然后就破了，这不行，这 film 不行，包不起来。那 Plan B 打片了，装了，可以，OK， 没关系，没问题吧？没问题。因为做这个菜前，我跟 TC 沟通了3个 plan，A 不行我们就 B， 然后 B OK 了，我们就不用考虑 C 了。关键现在是2个人配合，这个也麻烦。思路还得一致，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要做到相互对，你分工嘛，它要时间很关键。这个味道其实我家乡的味道，我想要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我就跟周晨老师提议说，不如让我来弄这个酱料、这个风味的东西，然后他就负责弄就是海鲜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分得很明确的工作，能弄成一个天衣无缝的组合。
把这个虾子就是做成塔塔，就是把它剁碎。OK。然后配上就是带有清香又有口感的这百合混在里面。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扇贝切薄片，这海鲜的甜味又有清香又有口感。我主打弄酱汁了，酱汁由我弄好来，上面好吃就可以了。这个菜的概念呢是一个偏南洋风味，酸，稍微辣，带点香味的一个酱汁。味道够就不用烧了，直接打吧。不用烧，真不用烧。好了，浓了。现在我想对一下，我们所有材料都有了吧？是不是 ？scallop 有了，节瓜有了，全部都用到了。对。最简单就是那个丝瓜，轻微烹煮过，在底部做成一个比较软糯的口感。最头痛的就是那个牛肝菌以及这个巧克力，因为巧克力跟海鲜我感觉是很难混搭而成。我感觉它都用巧克力做个酱。你们做过是不是？我们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对它有了解。对，因为我们像做在南美洲的话，我们会用巧克力做一种酱，它可以搭配肉，也可以搭配海鲜，所以它不违和。第一道菜的两个队全是做西餐的呀，因为他对处理别的都不说，就这一个巧克力，他们就可以处理的好一点稍微，因为他们经常用过这个东西。它还融化它了，你看，它开始弄融化它。所以说，就是我把这个牛肝菌轻微的就烹煮一下，放上巧克力，放油打出来，打变成一个泥，我就用昆布把大家融入在一起。他在烤昆布，闻到好大一股味儿。烤完了以后干嘛？打灯粉。还带高温烤过之后，它会从咸变成甜，就能跟巧克力融合在一起。可是它本身还带一些盐的成分，又能跟这个牛肝菌混在一起。我还弄了一个南洋风味的油，就是八角、柠檬皮啊，然后姜，制成了一个油，把它刷在这扇贝上面，它就是带出了一个清香的口感。你脆片做好了吧？啊，脆片好吗？脆片我做多一轮，做多一轮，保险一点。蝴蝶不好用，它太薄了，蝴蝶感觉不好用。那你随便，对，有啥用啥，因为它就是很容易断。没事 ，Plan B。然后我还弄了一个白胡椒的一个脆饼，我觉得白胡椒配跟海鲜非常的棒，就带出一个脆的口感，还有就是辛辣味。4、5个够吧？够。我虾子交给你之后，我现在把 chocolate 跟牛肝菌给你准备好。好。chocolate oil 吗？就普通的油，我会把黑巧克力打进去在后面。哦，可以。我们把牛肝菌进行炒制，然后再跟黑巧克力打在一起，做了一个法式的 Sauvignon sauce。Stronger。巧克力味道很香嘛。对。但是需要。就是这个很好吃，但是要足够的那个醋。然后用了一点点的醋。去提升它的风味，也更好的能平衡黑巧克力跟海鲜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冲。Taste one， 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可以啊，很不错哦。这个东西带皮不带皮？带皮啊，带皮可以啊。皮是可以吃的吗？这个那不带皮好了。我觉得皮不一定好吃。不带皮。食材来的时候，跟我们想象的其实完全不同。我还以为就是像一些西餐那个节瓜就是比较硬，然后它那么软，所以我直接换一个想法去做。对，
就是变做变换的状态。苹果丝瓜，我们用了醋跟高压渗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丝瓜瞬间变成透明，像洁白如玉这样的一个感觉，把它包裹在扇贝的外层，这样就是粼粼的月光的感觉。最下面呢，我们想要制造黑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最上面呢，我们还想了一个用面包片做成了一个脆口的小插件。只有12分钟了。不行，你这个太散了。正常。下去的时候可以稍微压一下，它就稳了。Terry, just quick one. Maybe we just unfold. 那个不用，那个好了，没关系，不用碰它。那个就是让它自然的散开就好了。对啊，我没有碰它，我不再放进去了，我没有放进去了。这颗是没有的，这颗是缺失了的。是因为那个袋子太少，然后我要改变了切法。然后就散掉。我的第一个思路是 ，OK， 我们要 change the plan。我把那些完整的丝瓜全部拆散，这样就是更好的符合了把月光散在盘子里，让每一片的月光丝瓜都能均匀的分布在盘子的黑色的酱汁的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意外能让我们的菜品更加的扣题。哦，他要用2种盘子吗？那边？他可能放盘中盘喽。一轮月光是吧？Yep. All polished. All polished. Alright, let's go. 能不能？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正中间的话，正中间不好看嘛？好看吗 ？OK， 都可以。对，这遮着嘛。摸的。对，不用放白了吧？不好看。不要白，不白了。就是没有画了。就这个撒一点，就这样拍了。深色一些，夜晚夜空中。OK， 就这么搞，可以，就这样吧，就简单吧哈，就简单，主打味道。OK。看时间哦。搞定，没问题。我们都能非常的互相的去支持对方，我觉得我们配合的还是不错的。我只能说，这个效果是我们当时能呈现出最接近的成果，所以说非常满意了。大半用很热吗？好吃的，尤其是好吃。对，那个丝瓜的那个酸很明显，杨桃也有。对。完成度上边来讲，其实不太满意，3成吧。这没办法，就是意外就是这样子。不管你是有多的创意，还是有多的技巧，还是有多么的想法，最后还是经验不够。首次合作，所以出现这样的意外，我们没有想到，但是我们也没有互相埋怨对方，我们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出餐，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味道和概念还是有很大的几率可以胜出。我们要把东西尽可能的做得好一些，我们要去帮团队拿回一些分数。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1分会失神，严重1毫会夺味。3餐4季，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系列，薄盐味更鲜。哎呦！
月光装进盘子里。接下来，请新厨介绍自己的菜品。嗨，各位老师，我是 TC， 在这边呢，就是呈现出一个我们新厨的套餐。第一个就是一个冷餐。月亮是很纯洁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们的扇贝都没进行很复杂的烹饪。然后我们把牛杆菌以及巧克力配跟这个昆布制成一个黑色的油，就好仿佛在一个夜空中，然后中间的这个月亮就是闪耀着。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河虾以及这个百合，我们制成了塔塔，然后这个百合会增加脆度，所以说整体它就是一个没有附一个千层的概念。上面放的是一个花的一个脆片，然后它也应景了，这是一个花好月圆。月亮其实是每次我在国外工作还是去学习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个在我家乡马来西亚的这个同样的月亮。月亮就是家乡的味道。谢谢。接下来，请素厨介绍自己的菜品。各位老师好，我们今天晚上的作品寓意代表阴晴圆缺。首先，最外面的深色的圆盘是代表皓夜的深空。然后白色的主盘是我们洁白的明月，我们有不同形状的圆形来衬托出月亮的感觉。然后下面的最深层次的那个黑色的酱汁，也是代表月亮在没有光彩的情况下是一个阴月的状态。我们在最中间额外增加了一个杨桃，带来一点的果酸，让整道菜提升到最后的高潮。所以这整场菜品，我们想要各位评委从上往下能看到月亮的变化，然后体会到把月光装在盘子里的感觉。谢谢各位老师。呈现上是差不多，其实创意都还是比较紧扣主题的。其实如果以真正来讲的话，我觉得还不够。但是毕竟人家是当下知道主题，当下要去做，那肯定短时间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是做出了主题的，都是想办法去呼应，把月光装进盘子里。所以我觉得在摆盘方面，我觉得做得还挺成功的。现在请评审们品尝1号菜品。它的鲜贝一层，鲜贝用了2层啊。他把扇贝跟河虾运用得很好，做了一个半生熟的处理，非常 Q 到这个虾跟这个扇贝的味道，而且做了一个很轻盈的汁，非常的香。还有巧克力，把它做成了一种调料的酱汁，正好跟海鲜有配，那跟前菜的话又是非常切入的。新厨不灵。就是我觉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如果这样处理有点过于简单了。你说呢？对。现在请评审们品尝2号菜品。有风味，有风味，对吧？有风味，这个比这个好，我觉得也是，就是怎么样，于师傅？于师傅怎么样？于师傅还在品呢，还在品。这个要浓烈一点，就这个要稍微浓烈一点。
怎么皱起眉头了？这个为什么有点酸？对，它那个酸，我也刚刚觉得太酸了。但那个应该是什么？感觉像是这种酱。徐老师，它这个是不是有点酸呢？它是放了什么酸？杨桃啊？杨桃。它这个酱是拿什么巧克力打的？它有点巧克力，加了巧克力去打。我倒蛮喜欢这个面包和这个面包脆的这个口感的。我觉得我们口味还蛮一致的。该不会又跌破眼镜一次吧？所有菜品品尝结束，本轮15位评审共15票。1号菜品为星厨队，2号菜品为素厨队。请评审们开始投票。感觉势均力敌，不好说。这么没信心啊？热菜有优势，可是我们比较有主题。他们的夜空是一个黑色的盘，我们的夜空是个酱汁，一个有味道的油。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我们的主食材这一份应该是玩得蛮好。我们把虾物尽其用，然后扇贝我们也把它的味道先点做出来。评审投票已结束，现在公布比赛结果，比分是13比2，星厨胜利。 Yes， 漂亮，漂亮。厉害！目前为止总比分为星厨35票，素厨46票，票差缩进为11票。哇，这个，哇塞，这个追了一半呢。哇，这个11票了不得啊！我没有想到15个人里面有13个人都投给了星厨，所以这个分数一下就上来了。哇，我相信大家都很意外，非常的惊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两边都各有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把它融入在这次的这个菜肴里。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觉得两个的想法、形状、呈现是有点类似的。星厨的话，其实这道菜我觉得就是有真的吃到那个海鲜的鲜，我不由自主会去回味的鲜味跟这个汤汁的这个酱料的这个结合。哎，真的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夜晚里面，看着月光照下来，然后很享受这个当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道很成功的菜。那我们的星厨手法我觉得比较好，把这个食材的本味能够体现出来了。你对扇贝这一块，包括虾肉这一块，没有过多的去烹饪，而是你用了一些比较开胃的一些调味汁。来做一个结合，你最厉害的就是你把百合碎混在里面，我们吃上去，上面是松脆的，里面是清脆的，你这道菜非常完美，所以我这一票我是给的是星厨，谢谢。星厨呢想法很大胆，就直接奔主题，没有多余的招式，艺高胆大，这些展示你们的技巧跟底子很厚。素厨。盘中盘的装盘，巧妙的把月亮呈现出来了，这个就很加分，紧扣这个题。所以在我这边认为，素厨呢做到了把月光装进盘子里，已经让这个月光动起来了，所以他在我这一边，我投他。素厨的这个呈现表现得很好，但素厨你的调味太重了，就已经盖过了主材的味道。如果没有告诉我是扇贝，真的我很难发现扇贝。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呈现的是什么。想给的太多了，他们又想呈现杨桃的酸，
让我们打开味蕾，又想展现巧克力和牛肝菌的浓郁，最后还非常环保主义的做出了一个虾壳的粉。这3件事情都很好，但不应该在一件菜上呈现。我们想太多，我们完全把那个心思没有放在味道上面，但是我们觉得要创意、意境，我们把那个心思都放在这两边的时候，其实这些食材不可能做成好吃、创意跟意境 AI 的东西，然后其实这3个东西其实不可能成立的，我们把那个方向想错了。第1轮比赛已结束，现在请2队主厨上2楼观赛区。加油！追回来！那个石头掉下来了，就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的目标，我不要一个很接近的分数，我就跟周总说，我们必须要一个一面倒的分数，我们必须要就是13分以上。哎呀，非常满意，预定目标超额完成。哦，轻轻又松松，辛苦了，必须的，扳回11分，太棒了啊！兄弟给力，兄弟给力！一追了10几分，有好戏可看了。这一追起来就也一下子就整个人都兴奋了。其实说真的，如果这个可以生吃，我会做生吃。不好意思，是我误导了你。没，真的，如果这个是生吃，我会做生吃。接下来要宣布的是，第2道菜品评审缩减为10人，由节目常驻评审和上一届返场主厨组成，每位评审1票计2分，共20分。第2轮的比赛会是怎样的走势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准备的怎么样啦？对比赛有把握吗 ？AI 搭配的很新颖，我还在思考。面对未知的菜品创作，我推荐你用金龙鱼1比1比1，它有8种好油科学配比，里面含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等等，煎、炒、烹、炸，任何食材都适配。谢谢老师提醒了我，我平时也常用它。金龙鱼1比1比1，做到零反式脂肪酸，产品符合欧盟标准，用它做菜口感更丰富，还健康。有它助力，我更有信心了。第2组韩江独钓，120分钟。计时开始，加油！加油 ！Let's go！ 我感觉只要第2组不拖后腿，应该没问题。对，要担心他们。对，这些担心。牛肝。这一场我们一定要赢，而且还赢得很漂亮。因为2个人都是靠复活币救回来的，被称为火焰币双子星嘛。2个复活选手，给我们取新名字，叫火焰币双子星。有开心，我能继续比赛，能继续参加这个节目嘛？但是你是被复活的呀，你不是说打败他了，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就觉得你还是不如人家。你还是没有战胜他，你还是被复活回来的。火焰币双子星这个 title 我是不想要的，我想抛掉的。我会全力以赴了，因为如果不认真，很可能就没有再去表达的机会了。我对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只要他构思清楚，我都说嘛，叫他尽可能的不要搞太复杂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我先把那个鸭掌拿个锅给我，我先把鸭掌炖起来。好。我先去弄去菌。我对韩江独钓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当一出来看到这些食材的时候，其实脑袋当中就已经有一幅画面了。它里面有很多的菌类，有笋类。菲菲从云南过来，他对这个菌类的处理是蛮有优势的。那么好了，鱼是我的舒适区，然后我去处理荤料和2个口味的东西，准备做一个川味鱼块和蒜泥鸭掌。我们是从韩江独钓这个市区出发的，
第二道。本身这句完整的诗句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对，这是冬天的孤独感。对，是，对，就是下雪的，湖面都是白白的那种感觉。觉得还是以意境啊，意境怎么做出来，主要是。所以我们想了一个非常孤寂的意境：大雪纷飞下，一蓑孤舟垂钓。大雪纷飞嘛，湖面它应该是洁白的，那我们就拿绣球菌来做。寒江独钓，鸭掌茭白早已冰封于湖底，绣球菌比喻白雪皑皑的湖面。云南的话，就是会以一个菌菇油的方式去展现嘛，它有一个爽脆的一个口感，但是呢，我又想让它菌香味会更浓郁一些，所以我用了鸡松茸和口蘑来熬了一个菌菇油，和那个绣球菌，和它一起拌。绣菌好了，然后上面还有根鱼竿，用莲藕比喻鱼竿。切这么长够了啊？就正常这么长差不多了。OK。就是鱼竿也是用莲藕切成条后，裹粉油炸，做一个脆的口感。我们茭白要很薄吗？不要很薄，稍微厚一点，它才有一点口感。可以。茭白切片备好，出餐前再过水，保留它本身的爽脆和鲜甜。最后是青苔，你看这个青苔就是云南的青苔，你看这个味道，它就是海苔。然后给它炸碎，炸脆了。你要给它弄一点那个我们等一下还是给它弄成粉还是怎么样的？对啊，给它弄成粉啊。好。鲈鱼比喻江面孤独的小船，青苔下锅炸脆，碾成粉，撒在船上，就像孤独的渔翁垂钓了很久，久到船都长满了青苔。接下来更多的工作就是我的了，是吧？整个独钓寒江雪，我负责的部分主要是处理鲈鱼，还有2个酱汁以及鸭掌的部分。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稳住啊 ！Go。我们都加快点，我这里鱼炒弄完之后马上就炒起来了。我这个弄完我就马上去了。整个鱼呢是有去裹粉炸出来之后，它刚好卷起来，像一座小船一样，也符合了独钓寒江雪当中的一个场景。Hello， 周小岩老师。哎。好。你们是第2组吧？对，我们是第2组。那你那个主食材呢？主食材是我们的鲈鱼。鲈鱼。对。盛威，你又碰到你师伯了，怎么办？哎呦，我还是得努力啊，还是要全力以赴啊，不论怎么样，先赢了再说嘛。先赢了再说。不，先努力再说。嚣张了。看到张老师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些紧张了，因为已经有过1次对决了。然后第2个呢，老师傅手里面有很多传统的技艺，有很多的手法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是我们还没有参悟透的。所以他会不会拿出一些出奇的招式来对我们？两边都是很会做鱼的，2个正好都穿对穿。请问再次对战第1轮，把您换位下来的盛威，您有什么想法？因为他们都那个吧，都偏年轻，然后呢喜欢天马行空，很有想象力，然后跟我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就他们可能对川菜和川菜背后的一些，就是包括生根啊、了解啊、更多的掌握啊，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差了那么点儿，这次带来的是一道我挖掘复现的传统川菜雪花鸡捞。今天我将结合主题食材鲈鱼，把它改编成雪花鱼捞。再杀一根。不够，2根都不够。2根都不够，拿过来。 7条鱼这么多。跟鸡捞不同的是，鱼肉相对较嫩，口感好，但是腥味大。我先把鱼
搞点冲一下水吧。冲了我那个嘛，拿姜葱给它挤起。好。哦，他把鲈鱼做成净肉腌制了。这个肥肉呢？要拿炒鸡脑，炒那个鸡脑，它要白，对，它要白。这个四川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经典川菜。就是你是用鱼炒还是用鱼烙？用鱼烙了。哦，这个就原来传统的是鸡，对。他今天用鱼来代替，方法是一样的。方法一样。但是这个很有难度啊。有点技术难度的。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技法，它叫软炒，然后打成蓉。先慢档打一下。这个菜比例很重要，加多少水，多少蛋清，才能让这个鱼蓉成型。还有过滤的吗？对于这个韩江独钓，我们这道菜的设计，首先我们想创造一种就是宋式的留白。韩江就是江面嘛，然后有留白，就把鱼脑盖在江面上嘛。留白，大量留白，对的，我们那个就跟他刚才说那个成立了。对呀。中间是长的，藏在这个东西的嘛。它也托得起，然后底下把这些把这个藏了，对，基本上就很干净。张老师的话，他主要就负责这个鱼烙，其他的酱汁啊，还有配菜都是由我来完成。把蛋清和鱼蓉混合在一起，要手工搅打上劲，再熬个鱼汤，把剔下来的鱼骨煎香，熬出奶白色的汤。然后再熬个猪油，这个好像有点味道啊。因为这个是必须要用动物油，就是猪油来炒，因为它颜色要很白。加点姜葱去，加点。这个鱼脑要白要成型，口感要好，猪油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传统的做法也是用猪油来炒，还是要试一下。还是不理想，还是有味道。这个油可能不得行啊，这个油可能不得行。我拿了其他油，要不用那个油炒，就用其他油算了。沈威，控制好时间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够的。我炸个鱼，裹个汁，然后就可以装盘了。控制好时间啊！还有50，还有1个小时。还有1个小时。马上把这个告一下。来尝哈。我觉得可以，一点儿都不咸。不咸哦。一点儿都不咸。我只是告一下。可能油还要减一点。我减油，那个我炒不起来。效果还可以，效果还可以。可以，我就把汤收拢，最后再做。鱼锅都是习惯性的，就是先可能会拉清单，然后最后是彩排，彩排完了最后是打磨，这样出来的东西才能达到要求。这鸭掌捞起来了，师傅。鸭掌你看一下，我觉得有点趴了，感觉。这个不来头，趴点就趴点。趴点是先冷藏一下的，改刀。那我先去搞其他菜。再加上我们腌制了一个马踏湖的一个莲藕，莲藕只取了马踏湖莲藕的这个新的一个部位，用了点柠檬汁，还有我们的糖，新鲜的橙子皮，然后做来腌制。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清爽的一个口感在里面。然后还有茭白，茭白我用最原始的方法去炭烤它。青苔，我们用了一点点墨鱼汁，表现出这种丹青水墨之风在上面。我要去鸭掌了。鸭掌用白卤水，然后加点鱼豉油，还有一些蔬菜去给它压一下，相当于一个潮式卤水的一个做法，让它保持一点抠度。师傅，你看到哈鱼汤哦。我在点儿调嘛，小火调。好。
人家那边都没动静，你看，不急不慢，他们那边还挺好，挺稳。咱这边也稳啊。我觉得我和菲菲配合的挺好，应该 OK 了。有的时候可能菲菲帮助我更多嘛，我会给她说啊，你要不先帮我弄那个，你要不先帮我弄那个。我的蒜泥大概冲20分钟，然后再来调味，好不好？可以。哦，我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要切那个陈皮。你先弄，你先弄。我还要做个蒜泥汁，怎么说？做，我马上搞完了，鸭掌我来。好 ，OK。我来拆鸭掌了，有点太软了，剔骨剔下来吧。一个给几个？保证有个2、3根就好了。好。控制好时间啊，还有50分钟啊。我们规划了最后30分钟要摆盘，还有20分钟了。没事，搞得赢啊80分钟、20分钟搞不搞得定？我应该蛮快的。我先把鱼裹上陈皮汁。陈皮汁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一点的，我有放辣椒、花椒、酱油、白糖，然后一些川陈皮，加了一些香料进去。最主要的点睛之笔呢，就是在那个鱼块裹好汁之后，有放那个新鲜的陈皮上去。新鲜的陈皮当中的话，带有一个芳香的物质，这样它的整个口味上的层次就会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有了。蒜泥汁呢，其实是有过调整的。我的蒜有冲过水，然后有到开水里面稍微烫一下，有放白糖、酱油、醋、花椒粉、麻油。再一个考虑到所有的评委们嘛，他们可能对辣度的喜好不是那么高，所以当时就没有放红油进去。我把这个调好，然后马上给招白煨一下，好吧？做，我马上搞完了。弄完鹅我还要把细球菌拌了，就 OK 了。没事，他只要给它咸鲜味就好了。对啊，只要给它点味道就行。壮壮，我捏了啊，我要去摆了。你可以把盘子张开，可以摆了。对啊。咱们这边摆盘挺急的，人家那边都没动静，你看，是吧？还有20多分钟，来得及。那我炒胡椒，先把酱汁煮起，然后把它的鱼汤浓缩了过后，加了一些白胡椒，然后我就加入了一点点柠檬皮，还有一些柠檬汁做成了酸辣口的一个酱汁在鱼烙下面，因为鱼烙相对而言还比较硬嘛。请注意，第二组韩江独钓剩余最后20分钟，请各位选手抓紧时间。时间多得很，不用着急啊。但是还是要加快速度。我这边可以炒了。好。现在公布第一组的比赛结果，比分是13比2，星厨胜利。Yes，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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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当时的那个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然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比分情况，突然的一瞬间，脑壳有点晕了，有点急了，有点晕了，太稀了吧？得行，可能不得行啊！让我来，太牛。哎，我觉得不得行的。得行。我估计有点悬，你这个。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豆豆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龙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还有18分钟，快点了，还是我去烤这个了，不然来不及了。不得行。当时在这个量的那个评估高上和处理那个分量高上，还是可能有一点小的那个出入吧。当时都是个称。因为我们都做了个标准和称，因为按我平时的经验，后来那个节奏太快了，就基本上没有那个了，因为他当时也没得改了。哪是糖啊？盐吗？这个是糖，盐不是刚刚在你那儿，这个是盐，给点底味。
来得及，来得及，别着急。扛。一下子追上来这么大比分，让我们的压力都变得很大。你直接炒我们摆盘。来得及，别着急。来了，好，只有13分钟，快点，你来摆藕片。OK 吗 ？OK。阿飞，再检查一下啊。好。开铃了，给他们压力。等我一下，我对一下。去骨熟了你，陈皮桂皮。OK， 我去敲铃了。敲。快，只有5分钟了。小瓢杆，有小瓢杆，你来就是了。哎呀，我呀，啊，就这样子，撒一点这个就可以了。这样子。好，可以。然后我放这个来。哎，我的莲藕呢？我莲藕呢？哎呀，大师傅嘞，你我放在这儿下面。快！不要这个踏块了，直接放。那要不及了，快！第二组寒江独钓最后1分钟，请选手抓紧时间出餐按铃。超时每30秒将会扣1分。哦，你按铃。你在这儿。你按铃。铃呢？随便按一个铃就行了。哎，哪儿？啊？铃在哪里啊？倒计时，10、9、8。你按的。6、5、铃呢？4、3、2、1，铃，时间到。哇！接下来，请星厨介绍自己的菜品。OK， 各位老师好。其实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句古诗嘛，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所以我们把鱼化作孤舟，绣球菌化身为寒冬的白雪，然后以茭白为湖面。鸭子呢，冬天嘛被冻到湖底了，所以鸭掌我们放到了盘子的最下面。然后酒精封霜之后呢，钓鱼的线已经没了。小船上呢也结了一些岁月的痕迹，所以上面有一层轻轻的青苔。那么多食材，我们都是把它藏起来，就是给评委老师一个隐藏盲盒的一个感觉。请各位评审开始品尝星厨菜品。大家都在细细的斟酌。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口感，每一个食材都吃得到。然后下面那个小蒜泥拌的那个酱汁儿，你就越吃越停不下来。蒜泥跟鸭掌的口感很好，把这个腥味给去掉，还有辣味，对吧？它的风味多变。接下来，请宿主介绍你们的菜品。我们带来的这个寒江独钓呢，其实主要是冷季风，然后又有宋式的这种留白。我们把鱼做成雪花鱼闹，代表江雪。鸭掌藏在了雪里面，
用青苔加了一些墨鱼汁做成了这种水墨丹青的这样的一个留白，在寒江里面这个雪景一样的感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OK enjoy。很清雅。味道呢清爽。因为现在的人，我觉得味道挺好的，就看他们喜不喜欢嘛。I think the seasoning to me was good. 吃鱼不见鱼，我觉得很高级。其实这个也好吃，也好吃，不错。它是川菜的传统的雪花鸡肉，变成了雪花鱼肉，它工序比较复杂。那也好吃。对。味道好奇怪。柠檬，哦，柠檬太重了，很香的。我有点吃不出来，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它有点腻，我就加点柠檬皮水。第二道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轮菜品进行投票。请注意，本轮每位评审计2分，总分20分。喜欢新厨菜品，请按1键；如果喜欢素厨菜品，请按2键。你喜欢哪一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的。现在还没有办法决定。两个其实也差不多，两个队都有自己的这些创意在里面。他把一个把雪表出来，一个独调表出来了。我们这局如果能打成平手也行。我估计可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内心是希望我们能赢，而且能把比分稍微拉得大一点点，赢他们多一些，因为这样后面的压力会小一些。投票结束，截至目前两队的比分为35比46，票差为11票。下面马上公布第二道菜品的投票结果。首先有请梁金伦老师公布你的投票结果。I chose I think this round might have chance because the Chinese food. 真的比我自己做还紧张。现在 I chose the Nemesis chef. Thank you. 现在两队比分为35比48。It is a very unorthodox dish, and I took a chance to vote for you. So I hope I'm not going to be alone in the cold river on the voting. Thank you, thank you. 总体来说，这两个完成度都非常好，但是打动我的是心里面一紧，哎呦，会不会又输掉了？紧张。会不会成为团队的罪人？这个有点局面有点，不要说，我这不要说。打动我的是新厨。谢谢。
哎，好。It's okay. We're not getting too excited. 我选择的是别慌哥，我没慌。新鼠，新鼠。Yes. 个位数了，个位数了。我投给新厨。我投了这个新厨。投给新厨。我投新厨。Yes， 赢了。我们不是来玩的。大概平手了，应该差不多平手。截至目前，两队比分为47比48，仅剩3位评审分数未公布。来了，来了，好会说。我选择的是。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因为比赛结果还是关系到团队的荣誉吧。这一场我们一定要赢，而且要赢得很漂亮。哦，这个时候很激动，这个很关键啊，这一下很关键。现在就是要反超，最后再把它封死 ，KO， 封死，对，封死。啊 ，Come on, man！ 我选择的是。好紧张啊！新厨。至此，新厨队分数已经逆转。超了啊！那这个肯定超了，超了。漂亮，反超，好，漂亮，反超，好。没办法。其实我是为素厨感到紧张，因为我觉得就这么被人家反超了，正常有点接受不了。接下来，请秦卓南老师公布你的投票结果。我不犹豫。我把这一票投给了素厨。谢谢。两队比分为49比50。我把这一票投给了。鸡在那个鱼蓉变成寒冬的雪。我把这一票投给了。可能翻盘哦。素厨，恭喜！最终比分是49比52，差距不大，差距不大，3步我能搞定，这个能。It's okay. It's okay. 哦，接近。Thank you for not leaving me alone on the Coal River. Yes, cheers. Thank you. Hey, that's it. Your vote means the most. You did the dish last year. The person or the chef who did this dish last year who won the contest, so therefore he knows best about this dish. And he picked, the anonymous chef dish, which is the same as me. Even though minority, I thought his vote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确实因为这个菜呢，是成就了我，最后我登顶成为去年的总冠军，所以说记忆犹新。今天2位同样的一个主题，同样的食材去展现我们的韩江笃料，我觉得完成度都非常好。那素厨的话，确实他很用心的去把我们的技艺，特别是把我们的这一个雪花的鸡烙变成了雪花的鱼烙，这也是我们传承经典的一个菜式。素厨它吃鱼不见鱼，我觉得很高级。另外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用了苔藓把它烘焙脆了之后搁在雪堆上，我觉得这个搭配啊，它是一个简单，但是呢又明确，它风味呢，又能够感觉这种咸鲜味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味极感。新厨它这道菜很明确，每一个 layer 每一个层次的味道非常清晰。巧思的是下面是不是用了鱼香酱来做一个底？一个蒜泥，没有红油的蒜泥，没有红油的蒜泥，吃起来有点鱼香的味道，所以这个蛮合味的。我实话说，我是纠结了一下，我后来还是会被味道所打动。如果不是它的调味调得这么好的话，我可能会投素厨。但是它的味道就是调得很好，它是每一个菜的存在感都很强。在味道上面呢，素厨队啊用了一些传统的技法，味道呢基本上比较清爽，比较简洁，更多的想表现食材的这个味道，相对来说就平和一些啊，清爽一些。那个队的味道呢，就浓烈一些啊，浓厚一些，还有几层味道。从上面的鱼是酸酸甜甜的，到了中间这个呢，它又是一种咸鲜的这个味道，到了最底层呢，又是蒜泥的味道。它这个味道有层次，所以它能够单独吃也有层次，混到一起吃，味道其实也是很丰富的。所以我最后选择的这个新厨呢，确实是因为它的味道更丰富一些。而素厨的这个菜，把鸭掌拆完以后放在里面的，确实那个骨头还蛮多的，我吃出了大概3、4块骨头。所以这里有点瑕疵。我这个素厨这边的我没有鸭掌，对我没吃到鸭掌。我这没有鸭掌，忘了放了。第2轮的结果已经全部出炉，本轮票差已经缩至了3票。好了，棒！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全是给我们的票，哇，心情豁然开朗，我做到了。我把火焰双子星的名头已经丢掉了，我也拿到了很高的分，为团队争取了更多的分回来。很开心啊，当然开心。7比3，这不是大胜吗？之前周晨老师给我们开了个好头，然后这次我们又努力能把分数拉回来，就是已经拉得很近了，只剩3分了嘛，所以说后面就更有信心了嘛。上微博进入百出大战话题页，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棒，辛苦，棒，来，很棒，加油啊！辛苦了。没有，这仗没打好。辛苦了，师傅辛苦了。累不累？行着呢。我的。还是准备的不充分。如果我自己给自己打分，可能最多打的有10分。第3轮 AI 对决，一口吃遍4季。倒计时开始。你走这边，我走那边。你去推，咁我哋過去揀咗啲嘢先啦。
我搞住先，你哋攞。好好好。第3轮我们是派出了我们的古色古香组合，因为一个做潮汕菜，一个做粤菜，这都对乳鸽有精有研究，所以说我们把最后一轮放到了我们的杀招。我们古色古香组合，他们号称京城最会做鸽子的2个男人，所以手拿把掐，轻轻松松，妥妥的定海神针。看看要拿些啥。面粉係咪呢2個？其实第3轮上场的时候，我真的压力还挺大的，因为对面的2个古师傅都是做粤菜的，而粤菜对于乳鸽和金蚝这个东西是把握得很好的。论专业度的话，我们这边肯定是不如对面那边的。我们那边能比的只有创意，剩下的对面这些老师傅们几10年的经验是我们完全比不了的。哇，这个鸽子准备的那么多。对呀。好似你切嗰啲碎料啊！哦，紅菇都浸咗佢紅菇。我燉鳩咗。紅菇全粒得啦，全粒得啦。我燉鳩咗湯底先好唔好啊？好。你攞開喺呢個針啊，斬雞啊！我呢度整啊，你喺度斬雞。其实去年当我拿完米其林1星的时候，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庆功晚宴，和谷志辉老师2个人呢就用鸽子做了一个4手连弹。当时我是做了一个鸽吞燕，谷志辉师傅呢是做了一个脆皮鸽子。这道菜呢也是有鸽子的出现，所以呢我们2个呢就是选定把这个鸽子大家分工合作，去把这个鸽子做好。我们2个都对这道鸽子的菜呢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鸽子嘛。所以除了主菜，我们还做了一个汤，但是这个鸽子汤用什么来调味呢？当时谷志辉师傅就提议说，要不要用那个麦穗来炖汤，因为麦穗一加进去，这个口感一下就变得有层次感了。哇，这个青麦，哇，这个在我们老家就是拿火燎一下，稍微还有香味。炖汤，起到一点麦香味。现在主要就是把这个菇跟笋2种东西酿下去了。对，煎好。好的，煎好。因为我们呢觉得这个主题啊，一口吃4季，你那么多种原材料是怎么把它呈现出来呢？我们就想到把这个原材料切碎，炒香，再让进这个乳鸽这个腿。因为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去想把这个乳鸽整个取出来，但是整个取出来酿下去呢，可能时间不够。后来呢，我们就想到，只是用这个乳鸽腿，我们这个做法呢，就是挺創新的。我直頭喺鑊嗰度煲佢得啦，呢啲好快，應該好快弄。係啊，煎下佢攞啲汁位啊，佢都係啊。慢慢整，唔好爆得噶啦，爆有毛啊，睇下佢喎。呢底搞掂未？呢底就係2個啫係嘛？4個。我睇下個湯得未先。我諗呢個湯可以嘅，你望下。
好清嘅呢個湯。嗰啲貝殼攞去抌落去湯嗰度得唔得？我要試試先。抌落去先啦。啲筍又切粒係咪？切得。趕唔趕切啊？你仲？趕得切。你仲有7個字啫喎。哦，7個字啊，炒埋底就得啦，依家。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一口吃遍四季嘛，所以我们也准备了4种颜色的食材：绿色的青豆代表春天，红色的辣椒代表夏天，金黄色的姜饼瓜代表秋天，白色的笋则代表冬天。咁炒香就得啦嘛？对。不急不慢，他们那边还挺好，挺稳。我们这一轮的话是由香港蟹王负责乳鸽和金蚝这2个部分，我负责其他。因为的话，我们想的是老师傅把控味道，然后我年轻的来想创意这个样子。因为乳鸽要过水嘛，把它的腥味啊、骚味啊过一过，然后把它放进我调好的卤汁，让它慢慢炖入味。根据那个金蚝呢，我就把它的疹脱掉了，因为那个疹呢，我觉得硬，炒出来呢吃起来呢不好吃。最后呢，把这个金蚝和大蒜一起爆香，能够起到一点去腥的效果。我呢個搞掂啦，跟住要整乜嘢啊？那个鸽子卤进去了是吧？卤进去啦。好，那这个交给你播吧，这个好慢啊。好，我可以干点别的事情。我播。啊，来，这个太麻烦了，这个东西。这一次有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然后就发现了很多的困难点，比如说青麦穗，它就直接是一个麦穗的形态上来的话，要脱2层皮的。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剥它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就比较困难。这个能不能就这样把它破壁给打碎它呢？它带皮呀，皮不能吃呀。这样掰的时间不够哦。哇，你看这样剥，这个真的剥得很慢的。洗掉了，肯定洗掉。哇，那个麦穗皮是真的难剥，当时也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在那个上面。放弃行不行？如果你不放弃这一小段的东西，看一下后面不好搞是吧？肯定不好搞了，你看看。那放掉，直接用水煮吧。不行就煮了。对呀。我找一点熟的的。哎，这真的容易哦。好锯是吧？对啊。可以。今年不能超时了，超时了30秒扣1分，那分扣的很重了。对呀。这次我想的是用展卷3合的方式来表达1年4季，所以我们先用乳鸽把它片成薄片，然后再堆起来，像一座山一样。这够不够啊？这样。再薄一点。再薄一点。这个可能太厚了。好。你看这个怎么样？够薄吗？再薄它因为太热散了，不大好看了。改一改到它要怎么样啊？改点像座山一样。像座山那样，就这样。因为我们这一轮想的是在展卷上呈现4个季节，所以我选择用这个薄饼来作为这个画卷的底。
然后我会在这个饼上放上4个不一样的辅料食材，依次代表春夏秋冬和酸甜苦辣。咁我依家係點啊？我現在是不是拍那個蠔鬆下去，蓋着那個鵝？你搞一個給我。我蓋住它。好，好，乾淨一點。第2道菜品的投票結果，49比52。什麼？哇！当时这个比分出来，我瞬间压力更大了。因为的话，开始想的就是师傅和影视主厨的话，他们的实力也是相当厉害的。但是票数出来的时候，就想着凉了，没了。就是叠起来，让他们叠起来。叠起来行。还是太大了，再切小一点，可不可以？小。对，再切小一点。刚才我丢了好多小的，你说它小一点，小一点。1塊的还是多少塊？啊，一个要盖4塊下去吗？太乱了。这要切吗？切成这样是不是？不用切成这个样子。来，我来。那我帮你做什么呢？到后面开始出创意了之后，只能说由我来主导，因为我出的是创意。但是的话，他一旦接触到比较不擅长的东西，他可能就比较不能掌控。这个宇哥，你吃它什么热还是不热的？这个要下油吗？这个要不要？怎么个放法？是要切吗？里面有一点点开了，要再煮久一点吗？就他可能也不大明白我想要的想法，包括整个菜的设计，还有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东西。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也想都自己做，但是的话，时间还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新的东西呢，那个元素呢我不懂。我是做2个菜嘛，他做4个东西呢，要入味啊，又要飞水啊，又要掰啊，又要什么呀，他的压力比我更大。我就那个时候我很希望我自己快一点做好，帮他一下这样。你看，你就像我这个样子，就是重叠叠的，像个山一样。然后咱们春夏秋冬4个东西放在这儿。快点了，没有时间了。对，没有时间了。差唔多啦，顧師傅夠差唔多啦，唔好搞咁多嘢喎。冇問題，冇問題。湯嗰度白少少抹下水落去，咁咪冇用到時唔得啊。我梗係起咗湯先。好香啊！仲有15分鐘㗎，快啲啊，快啲！得。個仔等下先，你湯分咗先，唔好急。OK， 淋少少，我淨係淋嗰個乳鴿嘅啫。没有时间呢，突然间，那敲钟了吗？等一下，我在最后看一下。快要没有时间了哦。等一下。马上要倒计时了，快点！倒计时，10、时间都没有了。 8，等一下。7、6，快点！马上。3、2、1。接下来，请星厨介绍自己的菜品。各位评委老师晚上好，我介绍一下我们新厨作品。首先呢，这个主题是一口吃遍4季。我们用了乳鸽腿，将4季的食材酿入到了里面。底下垫的呢，做了一个绿的、红的、金黄色的、白色的。 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我们还用剩余的鸽子肉做了一个汤，然后里面呢也加入了4季的食材，让大家不单只一口能吃到4季的味道，也能一口喝到4季的味道。好。一年4季，口吃这个4季，哇！ 一口吃进去之后，它所有的食材在你嘴巴里就是晕开的时候，
那一刹那，我懂了，世纪就是这样子。鸽腿就刚好就是一口吃到里面，那些世界的食材呢是不会有打架的，不会有冲突的。鸽子的骨头拆下来炖了个汤，哦，非常好喝。这个汤呢煮的还是不错的，大麦的香味鲜明的。两个古师傅的实力确实非常的强劲，但是创意和想法上肯定是我的这个更好。我们素厨这边出的这道菜叫掌卷山河，风味四季。每个小包都是一个味道，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和酸甜苦辣。再以乳鸽和炒的金蚝为主体来完美压题，底下再以薄饼作为画卷，就是更展现意境。素厨队的创意很好，四季风光用一个画卷来表达，哎，这个其实也是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对吧？这饼是什么？玉米面吗？辣辣的。第3轮菜品已品尝完毕，请所有主厨返回现场。辛苦了，辛苦，辛苦。必须这一下必须一起拉上。辛苦了，辛苦了，我尽力了，尽力了。故事讲得很好，菜品看得 amazing， 尽力了，尽力了。结果 respect 一定会好的。接下来，请各位评审为本轮菜品进行投票。请注意，本轮每位评审计6分，总分30分。6分呢？喜欢新厨菜品，请按1键；如果喜欢素厨菜品，请按2键。这把我估计我们3比2这样，3比2都那样啊，我估计大概率4比1。投票结束，截至目前两队的比分为49比52。下面马上公布第3道菜品的投票结果。本轮5位评审的选择全员一致。Oh my god！ 全员一致。It's quite interesting. 5位评审选择的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轮做意境创意都做得挺好的。对，这是真的。就是我们主题都表达出来了。那个汤可能加分，那个汤，而且每一种食材都是有本身的味道。对呀。我们多一个汤，再加上很多菜是古师傅做出来的，古师傅炒菜很厉害，这公认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稳了。5位评审选择的是心跳加速。恭喜星厨队！
上微博参与时尚版主打种观后感，后台讨论，分享你的观点与创意吧。我很高兴，我就马上哇跳起来。这是大家的团队的荣誉，特别高兴。如果我个人去比赛的话，我输赢我都是平常心，很开心。就回我说，比我们去上米其林颁奖领奖的时候还要激动开心，啊，确实来之不易。太漂亮了，就是这一场也是一个翻身仗，这个翻身仗而且比分还特别大，从谷底到山顶的感觉，开心啊！行啊，你们俩晋级了，谢谢郑老师，大喜事啊！来，沾喜气。哎，有喜事就要喝七喜嘛。对，必须的。好。哇，这一口柠檬味气泡太清爽了，真是爽豆饼啊！这口喜气气上了啊！下一轮我们继续好好发挥。谢谢周老师，借您吉言，我们一定好好努力，预祝成功。好嘞。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尽力了是吧？尽力了 bro。尽力了师傅。没事，没有。我觉得我们把易经已经玩得很好了。对。那一刻呢，我觉得我那个，有很大的责任啊，是不是我把那个宿主整队拖住呢？这样突然间那个分数拉得这么低，有一点失落感，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反正那个滋味呢，就是好像特别难过的一刻。哎呀，为什么上了去这么高，突然间就掉下来呢？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像对面的两个古师傅，他们其实之前有合作过，实力也摆在那里，就是一个谁来谁死的这个情况。首先要感谢两队给我呈现的一口吃遍四季。当我看到这个素厨的这一份餐端上来的时候，我实话说我没有太看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菜。实话说，它每一个食物都没有融合。这个饼皮不太好吃，真的，确实不太好吃。新厨的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颜色，其实搭配的是很好的。每一个春夏秋冬，不管你是混在一起吃也好，还是单独吃也好，它的食材的本味很清新，很舒服，也很爽口。最好的还是乳鸽加蚝的这一口肉感，它的那个肉感让我吃出了一种满足，这是我投这个新厨的原因。这一票我也是投给了新厨，我觉得不意外啊。从他们两个队呈现的作品一看就很明白，他们会说的有点彻底。The anonymous chef, I guess you were overconfident when you were winning by so much. And I really query your strategy. How quickly it took you to establish your teams, which I actually thought could have been better selection. I blamed it on the strategy. I think they put the weakest team at the end. You can tell the dish was so weak. This is my thinking. You know, the first dish decision was easy. Second dish much harder. The third dish, it was a whitewash. So. This is life. 首先，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讲，因为上午的巨大成功，可能有一点过于的骄傲了吧，所以在人员配置上面，我们就没有去做太多的深究跟考虑。不像对方的新厨来讲，他们在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是选择最合适、最强的选手，他们一定要把那一场拿下来，那样的思路去打这个比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教训。In this game, always keep humble, because keeping humble makes you better.
So can we all stand the anonymous chef and give the star chef proper respect? AI 实力对决结果，恭喜星厨全员晋级。素厨队全员进入抢位赛。You know, when you lose, it really sucks. I was quite happy that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and I think so far my journey through this show was very dramatic. I was like, again, this is happening again to me. How I need to survive again. 好不容易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了一天，积累了这么深厚的感情，然后明天又要变成对手了，觉得既开心又有一点压力。瞬间，所有人的身份是变了，从并肩作战的队友变成了现在要两两相争的对手。在下一秒，我们又不得不为了晋级的名额而厮杀。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清爽又解馋的薄荷炸排骨。这道菜外酥里嫩，带着薄荷独有的清凉风味，很适合夏天。排骨切小段后，加入玉米淀粉抓洗排骨。在腌制的时候，可以加入李锦记的薄盐生抽。这款生抽咸鲜味道刚好，长时间腌制也不会很咸。平时大家在家里炸排骨很少放蚝油，但它其实是提升风味的关键哦。李锦记的旧庄蚝油是用新鲜生蚝熬制出来的，蚝鲜自然浓郁。能激发出肉的脂香，锁住肉汁不发干。想要排骨酥脆，有个小窍门，就是把腌制好的排骨进行2次裹粉，6层油温先定型，再高温复炸锁汁，加入薄荷，激发出清香，和排骨翻拌均匀，薄荷炸排骨就完成了。外皮酥脆不腻，薄荷的清凉刚好中和肉的厚重口感。靠李锦记的调料搭配实用处理的小技巧，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经过团战比拼后，素厨全体落入抢位赛，你们将从队友变成对手。本场比赛主题：命运之轮。要把他们打败，说实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于队友最好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 It's elimination game, which means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pressure. I'm not really regret actually. You got into that position, so don't tell me you don't want to win. Yeah, I want to win. 兄弟撞车了呀！我做的也是这个，比我那个还好吃。希望我今天可以感受到属于你们独有的个性。哇，这个还真没看过。哇，好嫩！我觉得这一道菜是你来节目做的最好吃的一道。好吃的餐，巴适的板，我给他100分。哇，这个送饭菜完美。I ate it all. 哇哦哇哦，还没吃2口。你要吗？还有，都是给你的。再吃2个会不礼貌吗？再吃1个吧。我没吃过这种。请评审们商议决定晋级者名单。难喽！让我们恭喜。你的前3是谁啊？周杰伦、潘玮柏、王力宏。